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奇比的频道。今天我们这个影片就是要来讲一下我在肯亚的这个8天7夜的这个旅游心得，应该知道的事项啊，还有一些文化冲击等等的啦。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去肯亚玩的话，或者是非洲玩的话，大家记得一定要看这一部影片啦。大家去肯亚就是要去做什么？就是要去 Safari， 就是要去看动物大迁徙。最旺盛的时候是几时呢？就是在7月到10月之间啊。然后我是选择在8月尾的时候，8月中到8月尾的时候去。我分别去了马赛马拉、纳库鲁、乃瓦夏还有安波塞利啦。这4个地方都是去 Game Drive， 就是你去野外看动物的啦。大概4天的这个 Game Drive 啦，在我整个行程里面。所以在去之前，你一定要确保你的国家的这个 passport 是需要 visa 还是不需要 visa。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的话，你是不需要 visa 的啦，可以直接冲过去就对了 ，OK。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打那个 yellow fever 的这个疫苗啦，然后你就会拿到一个黄色的小卡啦，这个疫苗证书。因为如果你不打的话呢，你回到你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是会被检查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疫苗的话，就会有问题啦，可能你需要隔离还是什么之类的。再来就是我的话，我还有打 Typhoid 的疫苗，还有Hepatitis B 的疫苗啦。这个也是你自己选择要不要打啦，这个是自由。所以我们是觉得这2个蛮重要的，就是 Typhoid 是给这个食物中毒之类的。在去肯亚之前，或者是去非洲之前，一定就是要打针一下的啦。怕针也没有办法啦。谁叫你要去非洲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去一个非洲，你还没有去之前，你已经要打针，你打几针，然后你还要吃那个药啊。没有生病也要吃药，吃什么药呢？吃 Malaria pills。说如果你要避免这个蚊子的这个疾病的话呢，你们就要去看医生，然后拿这个 Malaria pills 啦。如果没有错的话，是大概要吃上1个月的时间啦。我忘记我好像是吃1个多月。你一定要每天吃啦，就是你去之前的前1个礼拜你就要吃啊，就会比较有效一点。然后你就到那边，然后继续吃，就算你回到来，还是要继续吃完1个月的分量。里面的资料这些疫苗就讲完了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吧。然后你就买机票，你就顺利到机场。当你到机场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买 SIM 卡。你一踏进机场，你就会看到有2个分派，一个就是 Airtel， 然后还有一个是 Safaricom。通常 Airtel 会比较多人，因为 Airtel 他们讲是比较顺畅，哪里都会有线呐。可是我们就是试一下 Safaricom， 发现到Safaricom 也比较便宜，然后它的那个网络哪里都可以用。就算我们在那个 Game Drive 的时候啊，就是那个 Jeep 整个在驾着的时候，在那个大草原上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上网。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不用听别人讲买什么 Airtel 啦，就是 Safaricom 也是可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它的 currency， 它的这个货币啦。主要有2个，一个是美金，一个是希令啊。然后你去之前一定要换美金，你到肯亚的时候再来换这个希令。这希令不用换太多，就是换到你刚刚好要的量就够了。通常希令会用在那些比较 local 的地方啊。美金的话，大多数就是会用在 resort 里面啊，旅游景点啊，或者是 Game Drive 的时候啊，像马赛马拉、安波塞利这种。他们的语言的话，他们都是说2种语言啦。一个是英文，一个是 Swahili 就是他们当地语言啦。如果你会简单的英文，大多数都是可以沟通的啦。但是如果你愿意学一点点 Swahili 的话呢，会让他们增进感情，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我觉得是蛮好玩的。食物的话，如果你大多数是去 Game Drive， 你通常都会在那一边的旅馆吃饭啊。通常你就不需要怕食物中毒还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这种旅游景点，他们都是有 standard 的，多数会是西餐哦。如果你是想要试下我们当地的菜肴的话，你就需要去到我们当地的菜市啊，或者是你叫导游，如果是有空的话，可以带你去就是他们当地的市场走一走啊。我们就有在路边吃这个 Nyama Choma 跟这个ugali 跟这个 Nyama Choma 算是他们的这个 national dish 啊。Nyama Choma 基本上就是烤肉。
然后乌咖喱就是面粉团。第一个景点我们去就是马赛马拉，从 Nairobi 他们的首都到马赛马拉大概是5个小时的时间啊。到那边的时候，你可以去他们的这个马赛族的村里面，入门票一个人是$30啊。接下来我们就做了1天的这个 Game Drive。哇，这个马赛马拉我跟你讲真的很大，马赛马拉太大了，蛮贵的，1天 Game Drive 就要$200啊。在马赛马拉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动物大迁徙啦。最重要 Game Drive 是什么？要看这个 Big Five： 狮子、Buffalo、Rhino、Leopard、Elephant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马赛马拉就可以看得见3个的狮子。Elephant 还有 Buffalo 啦。至于 Leopard 的话，也是有 Leopard， 只是那时我们不是很幸运啊，没有看到啊。接下来我们第2个 Game Drive 的地方是 Nakuru。Nakuru 的话是一个湖啊，也是会在湖的周围这一边做 Game Drive。如果你是喜欢鸟类的话，这边很多鸟类可以看。我们也在这边看到我们的第4个 Big Five 的动物就是 Rhino。这个地方做 Game Drive 的话也是好玩啊，只是它比较小一点哦。接下来我们还有去 Lake Naivasha， 也是另外一个湖 ，Lake Nakuru、Lake Naivasha。这个 Lake Naivasha 就比较不一样一点，它是坐船进去的，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看也是很多鸟类，然后有河马，然后中间它是有个岛啊，我们没有进去，可以走进去啊。里面也是看一些斑马或者是一些叫 wildebeest。然后你还可以看到 flamingos。隔天我们就去 Amboseli， 它的重点是在什么？它的重点是在 Mount Kilimanjaro， 也就是非洲里面最高的山。然后我们去 Amboseli 这段时间哦，我比较不喜欢，因为很多灰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超灰啊，超级多灰尘。建议大家就是要备用口罩啊。只是那个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灰尘而已。普通天的时候，我听人家讲，如果没有灰尘的话，是超级美啊！肯定可以看到的这个 Big Five 就是大象，超多大象啊！基本上在 Amboseli 哦，我们住的这个旅馆，我超级推荐，非常棒的一个旅馆，就是整个就是很高级的感觉。可以想象下，在一个很像沙漠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中间突然间有个游泳池这样子，是不是很棒？然后我们就玩完整个 Game Drive 的行程啊，最后就是去他们的这个首都，跟我的非洲朋友一起去探索一下他们的首都啊。我们第一个地方去的就是 Kibera 咯 ，Kibera 这个贫民窟，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一个蛮喜欢的一个行程啊，就是去非洲最大的贫民窟看看一下的这些当地人的生活啊，然后他们的地方长怎么样啊，就蛮不错的一个体验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这个 Kibera 的 vlog。然后我们就去这个 Giraffe Center， 这个 Giraffe Center 我跟你讲，哇，我很想吐槽，就是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它只是喂那个长颈鹿而已，然后就要给我忘记我门票多少钱啊，喂那个长颈鹿，然后转一圈，然后就没有了，就这样而已，然后超级多人，所以我是觉得不建议啦。我觉得如果去到非洲的话，就是要看野外的嘛，就是要看野生的嘛，不是困在笼子的长颈鹿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不推荐去。接下来我们就是去 KICC， 不是 KLCC 啊 ，KICC 的很像一个塔这样子啊，然后去看他们这个 Nairobi 的全景这样子啦。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推荐去的一个地方。我有3个文化冲击啊。第一个就是他们车里面的冷气是不会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任何司机都没有一个人他会去开冷气，所以他们就会开窗。然后就是让那个风吹进来，我没有去问他们的原因啊，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要省汽油啊。其实肯亚的天气也没有很热，然后可以省一点汽油的钱这样子啊。文化冲击就是他们不用 plastic bag， 他们没有用塑料袋。你看他整个国家根本没有人在用塑料袋。然后我们去那个超市的话，他们都是会给你那种环保袋啊，就是那种本地那种街上摆摊的那种菜市哦，他们也不会给你塑料袋，他们会给你这种塑料袋，就是你看上去就是有一点 cheap 这样子，是你看透明的可以看进去，然后它的资料是很薄的一个环保袋这样子啦，不能放太重，如果你放太重的话，我觉得它会爆掉。可以讲他们环保吗？还是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丢掉，然后再拿去循环的话，会不会是更加的不环保？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啦。一个塑料袋我都没有看到，唯一一个塑料袋我看到的就是我带来的那个塑料袋吧。第三个文化冲击，其实第三个也不算文化冲击啊，就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他们会在路中间或者是路边，就是卖东西，卖你水或者是水果或者是蔬菜。或者是零食之类的，然后有些他们就是会捧那个一个盆在上面，在路中间走路这样。我总共用了多少钱？总共花了这么多钱，大家觉得多吗？还是少？这个价钱哦，是已经包括全部，就是所有的吃衣住行，飞机票也加在里面，来回的疫苗的这个费用全部我都加进去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东西啊。所以整体来讲啊，我觉得肯亚就是一个城市跟这个荒野之间的一个掺杂的一个国家啦。去非洲就是要有一点那种荒野，知道吗？那种荒野的感觉。然后如果你又不要太荒野的话，就是要一般城市、一般荒野的话，最适合去的国家就是肯亚。觉得它是 beginner friendly， 又会说英文，基本上我就觉得很值得来啦。如果你想要就是踏进非洲这块土地的话，因为我觉得要小心一点，就是可能它的治安就是没有像我们这边亚洲国家比较好一点啊，大家要小心，就是随身的贵重的物品啊，尽量不要就是暴露出来这样子。希望我这个影片就有帮助到一些想要去非洲或者是想要去肯亚的人啊。接下来我还会发很多旅游的 vlog、旅游的 tips、旅游的心得之类的，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忘记留言，然后分享、点 like 和 subscribe。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